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路易斯和 Joy 的频道，我是 Joy。马德里皇宫是欧洲第3大皇宫，仅次于凡尔赛宫和维也纳宫，也是现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之一。今天我们将造访这座艺术的殿堂，感受皇宫的极繁主义和顶级奢华。Let's go！ 马德里皇宫，它是波旁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在欧洲各国的皇宫中堪称数一数二。它的外观呈现的是正方形的结构，主要是由宫殿本身和前方的兵器广场组成。广场的对面是圣母主教堂，它始建于1879年。1993年6月15日，该教堂在时任教宗若望保罗2世的祝圣下正式启用，成为欧洲最新启用的主教座堂。从左侧广场回廊，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大片的花园，这个就是著名的摩尔人花园。长廊的结构非常雄伟，置身于其中，仿佛一台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300年前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西班牙。这座马德里皇宫的原址在公元9世纪是一处穆斯林的堡垒要塞，后来被西班牙北部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所占据。之后它经历了各种扩建与改建，直到1561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菲利普2世决定将首都从多雷多迁到马德里，并在原先堡垒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西班牙王宫。但是1734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旧的宫殿，时任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国王菲利普5世于是下令建造新的王宫。从1738年开始施工兴建，由多位建筑师联手设计，包括费利波·尤瓦纳、他的学生萨切蒂和弗朗西斯科·萨巴蒂尼。宫殿的主体结构全部用石头和砖建造，没有用一点木头，因此以后再也没有大火能够烧毁它。在1764年，王宫最终建成，王宫的立面以石灰岩打造。底楼的柱子是托斯卡纳柱式，是古罗马5种主要柱式中的一种。它的风格简约朴素，类似于多利克柱式，但是省去了柱子表面的凹槽。上面一层的柱子就是传统的具有希腊特征的艾奥尼柱式，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柱头有着涡旋形式的装饰。第2层柱子往上看有4尊雕塑，左边最外侧的是菲利贝5世，左边第2尊则是费迪南6世，他们俩是父子。右手边最外侧的是菲利贝5世的王后玛利亚·路易莎·加布里埃拉，右边第2尊则是费迪南6世的王后，来自葡萄牙的芭芭拉。中间时钟的上方就是西班牙的国徽，国徽的上方有小天使环绕。在国徽的两侧可以看到2个旗杆，如果2个旗杆上同时挂有旗帜，就表明这一天国王在这里办公。今天只有1个旗杆上有旗帜，那就说明国王今天不在王宫里。西班牙王室跟欧洲大部分王室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西班牙的国王不住在王宫里，这是自从1931年第2共和国开始，西班牙国王就保持这个状态。接下去让我们进入皇宫的内部看一看。进入宫殿后，左手边看到的第1尊全身像就是国王卡洛斯3世的雕塑，他是第一个住进这个王宫的国王。他的在位时间是1759年8月10日至1788年12月14日，是国王菲利贝5世的长子。他是作为18世纪欧洲实行开明专制的代表君主之一，被认为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最杰出的统治者。紧接着，从卡洛斯3世雕塑正对的阶梯往上走，宫殿的庄严感随之扑面而来。当你抬头，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天顶壁画，这是一位意大利著名的画家克拉多·贾昆托所作的画，作品的名字是《受西班牙保护的宗教》。贾昆托是18世纪那不勒斯画派的代表画家，他曾师从索里梅纳，对意大利绘画的传统十分重视，同时对18世纪洛可可艺术表现了异常的敏感。他喜欢画古代神话和寓意画，运用华丽的装饰构造自己的画面和描绘人物。贾昆多在西班牙王宫里面留下了不少作品，
之后我们要经过的王室礼拜堂上方的天顶画就是他画的。正前方中央的徽章是西班牙王室的徽章，徽章代表着历史上组成西班牙的5个王国。左上角红底金色城堡代表的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右上角白底粉红色的狮子代表莱昂王国，左下角红黄竖条代表阿拉贡王国，右下角红底金色锁链则代表纳瓦拉王国，最底下的绿叶红石榴代表的是格拉纳达王国，中间蓝底3朵百合花代表的是波旁家族的标志。徽章上方的雕塑是卡洛斯4世国王的铸像。楼梯拐角处所立着的2只狮子威武雄壮，神态栩栩如生，是西班牙王室的象征。两侧的阶梯据说左边走的是王后，右边走的是国王。沿着右边的阶梯往上走，尽头处看到的是菲利佩5世的胸像。在中间的过道向前方眺望，天顶上贾昆托所做的壁画，正前方卡洛斯4世国王的坐像，拐角处的狮子和两边的过道一览无余，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接下去我们进入己厅，也就是路线上所进入的第一个房间。这里最初是作为武器陈列和多功能厅使用的。一进入该房间，我们就能看到画家安东尼奥·洛佩兹的作品，该作品的名字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家族》。这幅作品于1993年开始创作，并在20年后完成。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想到，画作开始时菲利佩6世还只是一个年轻人，而如今已经成为国王，而原来的国王因为王室丑闻已经流亡到海外。画作中右边第2位就是前王后索菲亚，如今马德里的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就是以她来命名的，那就是收藏了毕加索的作品《格尔尼卡》的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己厅又称警卫厅，由萨巴蒂尼设计，该房间有高挑的天花板，并以精致的灰泥粉饰，所有的壁柱上都挂有壁灯，而墙上则挂满了描绘历史场景的挂毯。而己厅的天顶画作是由意大利画家提埃波洛所作，该作品的名称是埃涅阿斯的神圣画。接下来进入的就是圆柱厅，该厅是西班牙王室举办重大活动的一个场所。该厅天花板所绘的壁画同样来自于贾昆托的创作，壁画的内容展现了一个关于太阳神阿波罗的预言。太阳唤醒了所有的自然力量，并使它们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厅内的铜制吊灯是1846年在巴黎所制造，伊莎贝拉2世为举办大型舞会而装上了这些精致的吊灯。厅内还摆放了一座由费迪南德·巴伯迪耶纳于1878年所创作的青铜雕像，所描绘的是查理5世的征服与狂怒。在这个厅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比如1985年西班牙加入欧盟，2014年胡安·卡洛斯一世退位，都是在这里签署的文件。接下去进入的是查理3世前厅，它是皇室套房中最外侧的一间房间。马德里王宫将房间排列成一种逐渐深入的结构，只有极少数特权人士才能进入王室最核心的空间，而查理3世前厅正是套房区域的起点。这一房间更像是客人的等候室，因此也被装饰得极其华丽，用以彰显皇家气派。这个房间中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由安东·拉斐尔·孟斯所创作的以赫拉克勒斯为主题的天顶壁画。除了这个天顶壁画，房间中每一寸都可以视为艺术珍品。紧接着进入的是卡洛斯3世国王接待厅，这个房间的主色调是蓝色，并且房间还悬挂着4幅由戈雅绘制的皇室肖像，其
其中的这一幅肖像作品名为穿列装的卡洛斯四世。这一位国王，也就是前面所讲到的主阶梯和王室徽章上方的那一尊国王坐像。卡洛斯四世还有一个兴趣，就是非常喜欢打猎，但是在政绩上却表现得非常平庸。在这位国王在位期间，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得西班牙遭遇到了巨大的危机。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城的怂恿下，卡洛斯四世让西班牙卷入了灾难性的反对法国的战争中。在遭遇惨败后，西班牙被迫割让了他在北美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更严重的是，西班牙被迫于1796年与法国结盟，结果沦为了拿破仑反对英国的工具，在与英国的战争中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厅内有一幅安东·拉斐尔·文斯所创作、绘画于1774年的天花板壁画，描绘的是罗马皇帝图拉真被尊奉为神的场景。加斯帕里尼沙龙是马德里皇宫最著名的空间之一。该沙龙由意大利艺术家兼建筑师马蒂亚斯·加斯帕里尼在18世纪末设计。它最初被用作国王的更衣室，但现在作为宫殿浏览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沙龙采用洛可可风格装饰。如果你想知道洛可可风格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房间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几乎遍布整个房间的花卉装饰所展现出的优美的曲线，正是这种装饰风格的代表。在这个房间中，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花卉的狂欢之中。艺术家加斯帕里尼将植物图案从地板延伸到家具、布料，再到墙壁，实现了装饰图案无缝连接。也难怪这个房间花了整整55年才完成。在这个房间中还可以留意2大亮点，一是东方风格的石膏装饰天花板，在房间的天花板角落有着许多中国的元素。第二个亮点是名为谢波德钟的一座古老时钟。这座已经有260年历史的古董时钟仍然运作精确，十分珍贵迷人。马德里王宫瓷器厅是一间独立无二的房间，以其覆盖墙面和天花板的瓷器镶板而闻名。这些瓷器镶板由布恩雷蒂罗皇家瓷器工厂制作，安装在木质结构上，其接缝处巧妙地以葡萄藤叶等装饰图案加以掩饰。瓷器厅建于卡洛斯3世在位时期。中间摆放着的形似一个人托举着地球的机械装置，其实是一个时钟。它是以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为主题，描绘他双手托举地球的形象，是由著名瑞士钟表大师宝基于1800年所创作。紧接着我们来到的是宴会厅。长形的宴会厅呈现的是巴洛克风格。该厅是1879年阿方索12世为庆祝迎娶第2任皇后而启用的。宴会厅的天顶画则是安东孟斯所画。厅内四周挂有16世纪的法兰德斯壁毯与华丽的水晶灯，这里可容纳145人同时坐下用餐或开会。厅内配有一张长长的宴会餐桌，天花板装饰着精致的灰泥粉浮雕，搭配镀金饰品和彩绘面板。另外，宴会厅内还有12个中国18世纪的大花瓶作为装饰物。
穿过一段走廊，接下来进入的就是皇家礼拜堂，这里是专为皇室成员举行弥撒、宗教仪式、婚礼和葬礼等重要仪式而设定。该礼拜堂装潢风格是巴洛克晚期至洛可可风格相互交融，空间富丽堂皇。礼拜堂是18世纪中期由国王费尔南多六世和卡洛斯三世推动建造。在过去，王室成员常通过私人入口进入，普通人无权踏足。穹顶绘画也是贾昆托的壁画作品，作品表现的是使徒圣地亚哥在克拉维霍战役中帮助基督教军队的场景。它是一幅视错画，也就是通常讲的视觉欺骗画。画作让人感觉画面里还有一个向上的空间。现在进入的是斯特拉迪瓦里房间，这里存放着4把价值连城的提琴，也就是意大利弦乐史上最著名的制琴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提琴。据说每一把估值都至少超过了400万欧。这里收藏的这套4重奏包括了2把小提琴、1把中提琴和1把大提琴。最初这一套是5重奏，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其中2把中提琴在法军洗劫皇宫的时候丢失了。较小的中提琴于1951年归还给了西班牙，但是那把较大的中提琴至今杳无音讯。这组乐器是斯特拉迪瓦里唯一一组一起制作的雕花乐器。紧挨着的是皇冠厅，这里展出的是最能够代表西班牙王室的象征物——王冠和权杖。王冠是卡洛斯3世时期的，而权杖是卡洛斯2世时期的珍贵物件。这2个物件都在西班牙现任国王菲利佩6世的宣誓典礼中作为王室的象征出现。这个展厅还展示包括2014年老国王胡安卡洛斯1世退位的法律文件，以及现任国王菲利佩6世登基时的演讲稿。同时还可以看到卡洛斯3世时期的王座和卡洛斯4世在1803年获得的狮身人面像桌子。这一张号称王宫最美的家具斯芬克斯桌子，很多重要的文件都是在这里签署的。我们可以看到桌子的腿是由6只狮身人面像组成。在整个王宫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王座厅，这里也是最大最奢华的一间，它的辨识度非常高。整个房间的背景是以红绒丝为装饰，这里放置着王座本身以及环绕在王座四周象征着西班牙王室的4头狮子。在马德里皇宫众多的穹顶壁画中，如果只选择看其中一幅，那么王座厅的这一幅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是由意大利威尼斯画家提埃波洛所创作，作品的名称是《西班牙的光荣》。作品所描绘的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在16世纪，西班牙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在各方面都处于一个黄金时代，建立了全球性的帝国。这幅作品展现了西班牙人民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和他们所创造的美好时代。
傍晚的马德里皇宫就好似一场光与影美丽的邂逅。远处粉色的晚霞落在皇宫的外墙处，随之整个城市也陷入宁静。余晖就像是给了大地一个温柔的拥抱，悄悄地收走了喧嚣，把白昼轻轻地藏进了梦的缝隙里。